啊，谢谢今天雪伦师母宋恩牧师再一次呢能够愿意来和我们大家分享。其实凯传每一次听你们分享都得到很多很多的鼓励啊。上一次呢特别的在听这个牧师来分享你们在旅程当中出车祸的那一段啊，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尤其是师母后来给牧师写的那封信啊，在做手术之前给了牧师一封信，那让我们知道，真的神为你们两个人安排的婚姻是最好的，也是最美的。那上一次我们就提到了这样一个车祸，那我们也知道通过这场车祸，实际上呢，一直到今天都对你们二位人生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神呢，真的做没有一件事情会是错的，而且他的时间也是刚刚好，他的这个计划也是超出我们所求和所想的。旅行的故事呢一定还没有讲完，所以今天呢，就请你们二位再来跟我们一起来讲接下来的旅程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神奇的故事或者说你们从中能够得益处的一些小的故事，好吗？那今天我想请师母您先来说好不好？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第一次在旅途中吵架，就是为了花钱的价值观不一样哈。我想吃冰淇淋，我老公不愿意哈，就吵了天翻地裂了哈。第二次呢，也是结婚了，去超市买东西，想法不同哈。结婚的时间越久总算是也是慢慢磨出一点默契来嘛。特别是车祸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沟通就好很多哈。但是还是需要神在中间介入和帮助哈。我提到一个见证，就是在我们确定已经拿到了来自美国教会的工作的这个 offer， 然后我们也卖了房子交屋的那一天，我们还没有拿到美国政府移民局发的签证签证没有过，我们就无法过海关，我们还是继续得等签证。那时候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在温哥华继续等，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所以呢，在温哥华等的好处，第一，温哥华有很多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探访；第二，如果真的还要再等久一点呢，一般飞机也可以回台湾看看亲人是这样子做规划的。然后呢，那几天我心里就在琢磨一件事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呢去温哥华这个事情，说实在话，咱们也不赶时间，对吧？反正签证没有到手，你着急赶过去做什么呢？你一天也是到，2天也是到嘛，对吧？更何况呢，我们一旦去了美国，我们这个落基山脉这段旅程，我们搞不好再不会有机会去开过了，对不对？这段路程是很壮丽的嘛，对吧？所以呢，何必着急赶时间呢？就是按照以往我们开去温哥华12个小时、13个小时一趟就要赶到温哥华，到的时候真是身心疲累，对不对？我们又不赶时间，何必这么着急？第三，我查到从卡加利到温哥华的中间有一个地方叫 Corona， 它是有点像是加州有一个叫做 Napa Valley， 对，是这个酒乡它是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盛产很多这个葡萄园酿酒厂各种这个非常有名，很多人专程坐飞机去的那我们又不是专程去，咱们经过嘛绕一点小路，多绕1-2小时经过去看看走走嘛，又不亏，我们只是顺路，对吧？心里就有这个打算结果那天早上出发的时候，跟我先生商量，我说我也查点资料，就跟他沟通那我们那天出发，说实在话也晚了8、9点再出发。如果说再早一点，你估计开1天也能到，那都已经10点左右才出门了那已经要1天开到已经很难了不如就减半更何况我们还带着猫那我知道带着猫是难不容易的，因为你要找一个猫也能够住的旅馆，说实在话也比较贵也比较不好找。但我就跟我先生商量早上出门那天早上，
结果我先生呢一口就你先不要跟我提这个事啊，我先灵修，我灵修今天早上灵修还没做完哈，看早上一大早出门还顾着要灵修哈，真的不得不给他点一个赞啊，他就去灵修，好就。然后我今天，那我自己就一边也是把我自己的灵修完成，也一边安静哈，想着想着我就想，啊，算了，如果他灵修结束回来告诉我说他不认同，他不赞成，那他是头嘛，他最后要为整个决定形成负责任嘛，那我也就罢了，对不对？我就听他的哈，我心里是这样想哈。没想到他出来以后跟我说好啊，他一开始是进去之前，读圣经之前他是不愿意的，为什么短短时间出来改变心意了呢？啊，我就很好奇了，这一段他来补。好的，好的，那我就请苏恩牧师您来补充一下啊。其实我听的心里都痒痒啊。对呀，我们路过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看一下呢？要我肯定是站在师母这边啊，举双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如果我跟我的老公的话，我一定会早早的，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我都按这个计划执行。出门一定要去。那我们那么不容易去路过那儿了，是吧？那我们哪有不去的道理啊？这个好像应该师母也是这么想的。那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稍微再补充一点背景，就是其实Sharon不是当天才跟我讲这件事，他大概两天前就跟我提这事，就说啊，我也知道说啊，这观光景点也上网查一下，啊，的确绕一点路，然后就是旅馆，因为是景点，那刚刚说那就是夏天，所以不好订，有旅馆就不错，还要可以有猫的 pet friendly， 那个价格噔就上去了。那我就觉得，觉得说我们现在卖了房子，是我们会拿到一笔钱没有错，卖完那个差价我们可以拿到一笔钱，但是我们前途还不知道在哪里，还不知道等多久，而且刚刚轩讲，有可能到温哥华还没有等到，我们不光是在那里温哥华住的地方吃东西这些日常生活开销而已，我们还有可能要回台湾。去看，就是真不能等下就回台湾，我家里去住在那边等了。那这都是费用跟开销。那随便那边 Corona 一个晚上的房子都200块左右。我也是非常省长级的啊，从来没有住过这么贵的旅馆过，就觉得这值得吗？需要这样？而且是酒庄，他虽然想要去品酒。我对酒精过敏，我几乎不喝酒，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为了满足你的一个这个品酒的愿望跟梦想，我们要拉到那边去，然后那个路又不熟，我从来没有以前不会开的，就是直接就从这1号公路这样过来，你要另外要绕另外的路，我又不熟，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想都觉得这2天想都觉得不太适合，我就跟他说，就觉得就是跟他推脱说不要。那到后来那天早上就要出门了，他还提这事，还不放弃啊！怎么说？我先去读经祷告，等下出门再说，先读经祷告。就那天读经读到什么呢？我读到哈该书第2章第7节。耶和华上帝的神谕预言，他对说，被震动万国，将万国的珍宝运来，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哇，读一下万国还没有震动，我先被震了一下。上帝对啊，上帝所有一切都在他手中。的确，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我的未来也在上帝手中。我不知道我要等多久，我也不知道我手上卖了房子这笔现金可以支持多久。但过去27、8个月，我也没有固定收入，我还每个月缴房贷，然后所有生活的开支，上帝不都是在供应我吗？那我为什么要很担心呢？那所以应该先不用担心。那至于多这个停这一站有没有价值呢？薛仁讲也有道理，我可能不会再回来到我这一趟去美国牧会服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再回到
加拿大，而且还跑到这个 Kelowna 这个地方，这个景点，这机会可能真的是不太多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想绕一下经过，那留下一个这个回忆，也算在加拿大的这个在这边这几年快7年了，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跟据点，也不算坏事嘛，对，就200块的一个晚上的旅馆嘛，对不对？那所以后来我出来就说，你再查一下那个旅馆有没有那个 pet， 为什么一定要 pet friendly？ 我们带猫还有没有空位？然后他吓一跳说，你不是说不去吗？我说本来是不觉得不值得划不来，可是我刚刚灵修的时候，上帝对我让我看到这些经，我觉得我好像信心太小。这个上帝过去我们这么都能供应，对不对？现在对他万国的珍宝都属于他的，我真的是太小信了，觉得如果上帝愿意，上帝一定能够供应我们，然后我们就交，反正我也不知道真的还要等多久签证，我们就相信上帝一步一步来嘛。那的确错过这一次，可能不会再去那个地方了，对吧？所以我们去有位置订到我们就去，当出发前就去订，然后就还真的有还有 pet friendly 的，虽然不多，但是真的也给我们订到了，我们就可以去。那故事还没有完，如果到这边完了呢，就是一定会有人问万国的珍宝在哪里呢？还真的运来了。我们去我老公出来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去哈，但是有个条件，他说他被神震动了一下哈，但是没有完全震动开但是有这个过程中了吧，是吧？他的条件是什么？他说旅馆费我付出去吃饭的钱你出，我还要跟我 double 这样子哈，我就的确我也觉得各退一步吧哈，我就咬着牙接受了。其实家里只有他在赚钱嘛哈，我就好吧，那我就签了不平等条约，我认为然后我就出发了哈。果然哈，这个车子他开嘛，他要不愿意不肯上路，我也拗不动他，对吧？所以就算是不平等条约也得同意哈但我也觉得好啦，吃个饭这个我不是说就是 fancy 就是爱喝酒，我就是觉得哎呀那个看这个照片那么漂亮哈，介绍的这么好哈，这个餐厅感觉挺特殊的哈，经过嘛别浪费机会就这样那就去了。然后结果这个万国的珍宝有没有运来？还真运来了。这个来的方法让我们两个都没有预料到。好，那运来以后呢，我常常也跟我老公讲，老公这个80几块这个餐费我出的，神给你的超过这80，你是不是应该把80块还我他常常假装没听懂奇怪了，我说你要小心，不要把这个变成我们的情绪按钮我们就让他来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万国的珍宝神怎么给他让他好好的照顾老婆，不用担心钱这件事情神供应神这怎么供应呢听他说。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